你知道吗？每次散步其实都是在向身体进行一次隐蔽的健康测试。很多看似突然发生的疾病，其实早就潜伏体内，只是换了一种不起眼的方式提醒你。血栓就是这样的隐形杀手。一项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的研究显示，每年全球因血栓导致猝死的人数超过1000万，其中超过 65% 的人在发作前没有任何明显症状，唯一异常可能只是走路的样子有点怪。听起来很离谱吗？可这正是大多数人疏忽的健康假象，身体早就以走路这件小事泄露了求救信号，只是我们没放在心上。我是一名血管外科医生，25年临床经验告诉我，身体的异常从不会无缘无故突然发生，在重大疾病降临前，身体常以细微的变化做出提示，就怕你不注意。今天我就要揭开一个你可能从未听过的健康真相。一个人有没有血栓，散步就能看出端倪。身体其实早已悄悄在走路这件平凡小事上埋下了蛛丝马迹。现在别着急，跟着我的讲述，一起来找出藏在散步中的血栓警报信号吧。首先，我们要明白什么是血栓。简单说来，血栓就是在血管内形成的血块，像个硬塞子一样堵在血管里，让正常的血液供应受阻。想象你的血管是水管，如果管壁上挂满油垢，管子里还卡着泥团，水流当然不顺畅。一旦血块完全堵死管道，血液供养不了器官，就会出现可怕的后果，轻则组织坏死，重则要人命。更可怕的是，血栓常常悄无声息的形成，早期不会让你剧痛大叫，反而以一些容易被忽视的小症状提示你，而散步时的异常感受正是血栓给出的求救信号之一。试想，为什么偏偏是散步这种小事能看出血栓踪迹？道理很简单，散步时全身血液循环加快，腿脚这些离心脏最远的地方对供血变化最为敏感。当血管开始堵塞，平时静坐时身体或许感觉不到异样，但一旦行走这种轻微运动加大供血需求，问题立刻暴露。正因如此，有没有血栓，血管是否堵了，走上一圈，身体就会偷偷告诉你。以下我们就深入分析散步时双腿出现的4大求救信号，每一个信号背后都藏着不同类型血栓的预警，千万别当成小毛病，因为一旦忽视，它们很可能演变成致命的心梗或脑梗。信号1，走2步就气喘吁吁。当心肺栓塞悄悄靠近，散步没走几步就开始气喘胸闷，你或许以为是缺乏锻炼，年纪大了体能跟不上，别开玩笑了。一个人走个50公尺就喘得不行，背后往往藏着不寻常的原因，不一定只是胖或体弱。事实上，这很可能是肺动脉血栓栓塞，简称肺栓塞的先兆。肺栓塞听起来离我们很遥远，但它其实可能就在你每一次呼吸困难时突然逼近。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2020年的一项统计，40岁以上人群中，肺栓塞的隐匿患病率高达 12%， 也就是说，每8个40岁以上的人里，就有一个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让血栓堵住了肺部血管。难怪有些人平时看着好好的，突然有一天就因为肺栓塞倒下了。在临床上，我亲眼见过不少这样的病例，他们平时只是走路容易气喘、胸闷，还以为是自己老了缺乏运动，结果一检查才发现，肺动脉早已被血栓偷偷堵住大半。就拿我接诊过的一位40岁男士来说吧，他是个白领，每天久坐办公超过12小时，几乎不怎么活动。有段时间他总觉得一走路就胸口发闷，喘不过气，还半开玩笑地问我，医生，我是不是年纪上来了，走2步都累？我立刻警觉，让他做了紧急检查。结果 CT 影像显示，他的双侧肺动脉里竟然布满大片血栓。看到这结果，患者自己都吓傻了。他完全没料到，短短几十公尺路就气喘，竟是肺血管快被堵死的信号。为什么好端端会出现肺栓塞呢？追根究底，祸根往往不在肺，而是在腿。长时间坐着不动时，下肢静脉的血液流速变慢，血液就像置在水管里的泥沙一样，越积越稠，容易在腿部深处形成静脉血栓。一旦你起身活动，这些血栓可能会脱落，随血液上行，犹如一颗暗雷顺着血流飘进肺动脉，
在关键处突然卡住，结果就像水管出口被泥团塞住，血液过不去，肺脏严重缺氧，人在短时间内就会感到呼吸困难，甚至休克猝死。所以那位男士并非真的上了年纪，而是他体内的管道被血栓堵得只剩一条缝，走2步就喘，是在拼命抢氧气。多亏他及时发现异常求医，否则再继续让血栓发展下去，随时可能发生致命的肺动脉堵塞。别再以为自己走几步就喘，只是体能差。如果散步时出现异常的气喘、胸闷，一定要警惕肺栓塞的可能。这种沉默的杀手常常没有提前通知，超过 70% 的血栓形成都处在静默期。一旦突然完全堵塞肺动脉，大约30%患者会在发作后1小时内丧命。所以当散步时呼吸明显困难，且无法用平时缺运动解释时，千万别掉以轻心。你的身体也许正在向你拉响缺氧的警报，及早就医检查血管状况，可能就此躲过一场致命突袭。信号2，腿走不远就酸痛无力，下肢动脉栓塞再发出求救。每次散步走不了几百公尺，小腿就开始酸胀发沉，甚至像被针刺般疼痛吗？许多人会把这种情况归咎于鞋子不合脚，或者纯粹是年纪问题，走路走久了累。但说真的，走没多远腿就疼，绝不仅仅是鞋子的错。这种现象在医学上有个名字，叫做间歇性跛行，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。简单说，就是腿部动脉被血栓堵塞的典型信号。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血管病研究所的一项数据指出，在中国50岁以上人群中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，也称外周动脉疾病的患病率约为 8.6%。而在这些患者中，近一半早期唯一的表现就是走不远就腿疼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您年过50，走路总觉得腿部疼痛乏力走不动，很可能不是简单的老化，而是腿部血管已经狭窄，甚至部分堵塞，供血不足让肌肉在抗议了。我就曾遇到过这样的病人，他平时酷爱晨跑，身体看似很健康，但最近他总跟我抱怨，医生，我的腿好像不听使唤了，跑没2步，小腿就像抽筋一样疼得厉害。起初他以为是跑步姿势不对或抽筋，谁知检查结果令他大吃一惊，他右腿股动脉的管腔已被 95% 的血栓堵死，血流仅剩1线之隔，每走一步，他腿部肌肉都处在缺血的挣扎中，当然走不动，还伴随剧痛。要不是及时发现这种严重堵塞，随时可能让腿部组织因供血中断而坏死。我郑重地告诉他，血栓堵住的不只是血管，更是你自由行走的权利。在清除了血栓，恢复部分血流之前，他恐怕连日常行走都成问题，更别提奔跑了。为什么腿部动脉会发生血栓堵塞？主要原因是动脉粥样硬化。随着年龄增长，不良饮食和生活习惯，如抽烟、酗酒、缺乏运动等，我们的血管内壁会渐渐沉积脂肪等物质，形成像泥垢般的粥样斑块。这些斑块让动脉腔变窄，血流不顺。更危险的是，斑块表面可能破裂，诱发血小板聚集，形成血块，一下子把动脉口子给堵死。下肢动脉一旦被血栓严重堵塞，腿脚供血大减，走路时肌肉需氧量增加却得不到满足，就会出现酸胀、无力、疼痛的信号，逼得人停下脚步。休息一会后，疼痛好转，你再走，痛觉又卷土重来。典型的间歇性跛行就是这样。许多中老年人错把这种间歇性跛行当成普通的腿脚无力或关节问题，结果延误了治疗时机。其实这是血管在向你要氧气，向你喊救命。如果持续漠视，下肢动脉阻塞可能进一步恶化，最终演变成完全堵死。那时候别说走路严重时，就算静躺，腿脚也会因极度缺血而疼痛难忍，甚至出现溃疡坏死，必须截肢保命。更危险的是，下肢动脉粥样硬化往往和心脏、脑部动脉的硬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。当你的腿部动脉已经堵到走不了路，很可能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、脑供血的动脉也狭窄不堪。这就是为什么腿疼的信号一旦被忽视，接下来等着你的可能就是心梗或脑梗发作。所以走不了远路的腿疼绝不是简单的抽筋或老毛病，而是身体在高声警告，
赶快畅通血管，再不注意就大祸临头了。信号3，走着走着，一条腿突然肿胀，小心深静脉血栓正在爆仓。散步时感觉一条腿越走越肿，脱下裤子一看，小腿比另一侧明显肿大，按一按还出现一个凹陷。很多人第一反应会觉得是水肿或最近胖了，但我要提醒你，如果只是单侧腿肿，而且按压后出现凹陷难以立即弹回，那多半不是发胖，而是深静脉血栓在作怪。或许你会想，走路腿会肿，不就是走太多腿部疲劳、水分积累吗？其实不然，深静脉血栓 DVT 是发生在深层静脉的血块，最常见的部位就是下肢深静脉。当深静脉被血栓堵住后，静脉里的血液回流严重受阻，就像下水道被一堆垃圾堵住了一样，本来应该顺利回流心脏的静脉血倒灌滞留在腿部，结果腿部组织液越积越多，整条腿就泡在了水里，出现发热、胀痛、肿大的情况。这种肿胀多半只限于一侧腿，因为通常是一条腿的静脉栓塞，而且不同于普通水肿晚上消退，两腿对称的特征，血栓引起的腿肿胀在休息后也不见得消退，反而渐渐加重。按压肿胀处会形成持续几秒的凹陷，医学上称凹陷性水肿，这都是静脉回流受阻的典型迹象。国内一项发表在《中华血栓与止血杂志》的研究指出，我国每年因静脉血栓入院治疗的患者超过60万人，但早期能及时诊断出来的不到 30%。这意味着绝大多数静脉血栓患者在初期症状阶段没有引起重视，直到出现严重并发症才被发现。我就曾亲眼目睹过一个年轻女孩因忽视腿部肿胀而酿成大祸的案例。她当时连续1周加班熬夜，几乎久坐不动，周末抽空出门散步，回家后发现左小腿有点肿胀发硬，以为只是站久了腿肿，便没有在意。哪知隔天一早，她突然感到小腿剧痛难忍，送到急诊时，小腿肌肉已出现大片缺血性坏死，深静脉血栓使腿部长时间严重缺血，组织细胞开始死亡。医生紧急为他手术取栓并减压，才勉强保住了腿。但他小腿部分肌肉功能永久受损，年纪轻轻的他懊悔不已，早知道走路腿肿这么严重，就不逞强熬夜了。由此可见，那种走着走着腿就肿了的感觉，绝不是普通的疲劳浮肿，而很可能是静脉系统在酝酿一场灾难。更危险的是，深静脉血栓不仅会导致局部组织缺血坏死，它脱落的一小块血栓随血液进入肺部，还可能引发致命的肺栓塞。事实上，多数肺栓塞的源头正是腿部的深静脉血栓。所以，当你散步时发现单侧腿莫名肿胀、发热胀痛，一定要立刻提高警惕。这不是普通的水肿劳累，而是血栓在警告你，静脉血管已经堵到爆仓了。千万别心存侥幸继续拖延，应当尽快就医检查腿部血管情况，及早发现 DVT 可以通过抗凝等治疗将血栓溶解，避免更严重的后果。别等到血栓炸开导致肺栓塞甚至危及生命才追悔莫及。信号4，散步时双脚发凉发麻，血管正在慢性堵车。有些人一到天冷，手脚就容易冰凉麻木，所以当散步时脚发凉发麻时，多半不以为意，觉得穿暖和点就好。但是如果你在平坦路面散步没多久，就觉得双脚发凉、发麻，甚至不太听使唤，特别是一只脚明显比另一只更严重，那可未必是天气的锅。这种情况很可能是下肢血管在慢性堵车，导致腿部神经和肌肉供血不足所致。根据中国动脉硬化流行病学白皮书的资料，60岁以上的人群中，约有 20% 患有下肢外周动脉疾病 PAD， 而他们中的大多数最初就是以走路脚麻、走路脚冷这样的症状开始的。当腿部动脉因动脉硬化逐渐狭窄，血液勉强通过，就像高速公路只剩下一条车道，车流严重受阻一样。平时静坐不动时，脚部或许尚能获得勉强的血供，不至于明显异常，但一旦开始走路，肌肉工作需要更多血液，狭窄的血管却无法提供，脚部马上就会因缺血缺氧而抗议，变得冰凉麻木，仿佛突然断了电的手机一样失去联系。特别是如果某一侧腿部动脉比另一侧更狭窄，那么散步时那一条腿
那一只脚的异样感会更加明显。这就是为什么要警惕单侧肢体格外冰凉麻木的现象，它往往说明血管狭窄严重，供血已跟不上需求。我曾见过不少上了年纪的老人，平时走路不快不慢，可有时走着走着就两腿一软摔倒在地。家人起初以为是骨质疏松摔跤，但检查却发现他们的腿部并无骨折，而是脚底几乎摸不到脉搏，原来双脚已经长期严重缺血，走路时突然供血跟不上，腿部仿佛被抽掉了力气，人就摔倒了。还有一些中年人表示自己走路没劲，总觉得下肢凉飕飕的，他们误以为是天冷或疲劳，其实很可能是血管狭窄早期的表现。如果不加重视，任由动脉慢性堵塞恶化，日后不仅走路困难，可能连在温暖的室内坐着，脚丫子都会冰冷麻木，甚至出现难以愈合的缺血性溃疡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手脚发凉发麻也可能与其他因素有关，例如末梢神经病变或天气寒冷等，但区别在于由血栓引起的供血不足，通常在活动时症状加重，休息时略有缓解，而且常常单腿明显重于另一侧。如果你发现自己稍微一走路脚就变麻变冷，停下休息后好转，这种周期性的症状很可能就是血管在暗中抗议。别只顾着穿厚袜子取暖搓揉双脚啦，这只是治标不治本，真正该做的是给血管通路，赶紧去检查下肢血管是否有狭窄堵塞，通过医生指导下的治疗，比如控制血脂血糖，服用扩张血管和抗凝药物，严重者介入手术开通血管来改善供血，否则今天你走路脚麻脚冷，明天可能就会发展到走路腿痛，接下来就可能是完全堵死血管，演变成我们前面提到的更可怕情况。不要小看每天的散步，它其实是身体与你进行的一场谍报战演习。平日潜伏在血管里的隐患，会在你散步时暴露出蛛丝马迹。每次散步都是一次健康大检测。你以为自己只是随便走走透透气，但其实你的身体早在偷偷观察并给出反馈，哪些地方供血不足，哪些血管可能堵了，它都会通过腿脚的感受告诉你。血栓这东西不会主动敲锣打鼓通知你它的存在，它往往选择悄无声息地堵在一个要命的地方，然后当你走着走着就突然走不动了，等你停下来察觉不对劲，可能已经出了大问题。回顾一下我们刚刚谈的4大散步异常信号：气喘胸闷、腿痛乏力、单腿肿胀、脚麻发凉，这些看似平常的小状况，其实都是血栓埋伏的提示。如果你每次散步时经常出现以上任何一种表现，一定要提高警惕，这绝对不是无伤大雅的小毛病，身体就是在用走路这件事为你做体检呢。别忘了，血栓就像潜伏在体内的赌徒，一旦堵住了身体的要害部位，整个生命系统都得跟着为它买单。我们能做的就是提前识破它的伪装，将血栓扼杀在酿成大祸之前。也许你会问，除了关注散步时的这些症状，我平常还能做些什么来预防血栓呢？其实预防血栓的关键就2个字：动起来。长期缺乏运动，久坐不动是血栓形成的高危因素之一。每天保证适度的身体活动，可以促进全身血液循环，避免血液长时间滞留在下肢。哪怕是办公室久坐族，每隔1小时起身活动几分钟，或者在桌下做踝关节绕圈、小腿肌肉收缩的动作，都能帮助降低血栓风险。另外，控制好高血压、高血脂、高血糖等3高问题，戒烟限酒、均衡饮食，也都是维护血管健康、防止血栓的重要措施。养成良好生活习惯，加上对散步信号的警觉，你就能大大降低突发心梗、脑梗的几率。最后，我想说，身体从不会无缘无故击垮我们，每一次大病来临前，其实都有征兆可循，只不过很多时候，这些征兆被我们忽视了，错以为是年纪、劳累或天气使然。现在你知道了吧？当血管开始堵塞，腿脚会最先报警。散步这件小事，其实藏着血栓的大秘密。那么从今天开始，你是否愿意在每一次散步时，都留心观察自己的腿脚变化，看看身体到底在偷偷对你说什么呢？用心倾听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，别让血栓这个沉默杀手有机可乘。
你的一个警觉可能就此改变你的生命轨迹。趁现在走起路来留个心眼吧，你的血管健康其实一散步就能看出端倪。